女人穿进逃生游戏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着副本 BOSS 狂撸猛亲，即使对方脸上缠满绷带，甚至长得乌漆八黑，她也要对方主动追求自己。只因系统说能让她第一眼记住的人就是她的攻略对象，所以当她看见1米8双开门大帅哥时，女孩不为所动。但在看到满脸缠满绷带的杀人魔后，女孩兴奋了，这不就是自己要攻略的对象吗？随后她指着对方趾高气扬地说：“本小姐看你长得不错，给你追求我的机会。”少年一惊，我长得不错。此时偌大的一个校园夜晚里没有亮一盏灯，夏夏被冷风一吹，脑子瞬间清醒过来，自己不是毕业了吗？怎么还在学校里？教学楼里有个中年男人慌慌张张地跑了出来，但他身上却穿着男生的校服，似乎正在被什么东西追。他见到夏夏站在这里，傻乎乎的不动，叫了一声：“你怎么不跑？杀人鬼就要来了！”夏夏脑子里灵光一现，他穿进了一个角色扮演的场景游戏里。你说的杀人鬼是什么？中年男人目露惊讶，却并没有机会问太多，带着夏夏在灌木丛后藏了起来。杀人鬼就是今天的屠夫啊！夏夏歪头，屠夫卖肉的。就这时，一个满脸缠着绷带纤瘦男生走到了附近，黑漆漆的眼睛充满杀意。中年男人捂着嘴叫了一声，深陷恐惧的他想也没想，一手把夏夏推了出去，他自己则是趁着这个时间赶紧往反方向跑了。夏夏往前一个踉跄，好不容易站稳了，瞬间一只染血的手握着染血的刀，直指他的喉咙。为我好看吗？夏夏抬仰起脸来看着面前的男生，他头一次见到这样的阵仗，呆呆的没说话。少年目光忽然一变，手里的刀往旁边一扔，正好刺中了一个想要逃跑的男人的大腿。男人才跑出了一步，就被匕首刺穿了大腿，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。比起这个还会逃跑的男人，傻乎乎的站着不动的夏夏简直就像是个呆子。因此少年似乎是兴致来了，他走近倒地的男人，露出那张没有血色的嘴，唇角几乎贴在了耳根，锯齿状的牙齿尖锐锋利。为我好看吗？男人大叫。好看好看。回应他的是刀光闪过，男人的一双眼睛活生生的满嘴谎言的臭男人。少年嬉笑着说完之后，笑眯眯地看向了夏夏。好了，现在轮到你了，我好看吗？少年一副变态的样子，说他不好看，肯定没有好下场。说他好看吧，刚刚那个男人的惨状就是最好的教训。夏夏想起了那个狗系统的话，那个能让你一眼记住的男人，就是你的攻略对象。少年造型奇怪，他这一辈子绝对都忘不了。他的眼里突然冒出来了睿智的光芒。少年一愣，他还从没有见过有人快要死了还能这么兴奋的。听好了，从今天起，你得努力讨我开心，让我不仅仅只是对你一眼惊艳而已，更重要的是让我能够喜欢你一辈子。少年两眼茫然，你凭什么让我喜欢你？就凭本小姐对你一见钟情了？绷带男死鱼眼呆呆的，你在说什么？夏夏生气的跺脚，不要让女士说难为情的话，你难道听不懂吗？我对你一见钟情了。绷带男两眼呆滞，一见钟情？夏夏眉头一皱，他双手抱臂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看到你的第一眼可就记住你了，我能对你有好感可是你的福气。他手里的刀一抖，你胡说什么？你怎么可能对我有好感？不是吧？难道你没有意识到自己很有魅力吗？魅力？对啊，你的手指很漂亮，握着刀的时候很有力量感，你的皮肤很白，是冷白皮吧？天生的。他的耳朵在发烫，应该是天生的吧？夏夏趾高气扬的一笑，这个世界上能一眼就让本小姐记住的男人，你是第一个。她是堂堂夏家大小姐，从小到大就是万人追捧，什么莫名其妙的系统让她去追着人攻略？这个世界上只有别人抢着来攻略她的份。杀人鬼还是有点萌萌的。气焰嚣张的女孩还在仰着脸看他，精致的五官，白皙的肌肤，她的眼睛闪闪发亮。绷带之下，她的脸色爆红，不自觉地用2只手捂住了脸，试图隔着绷带给冷白皮的皮肤降温，结果只是把手上的血染在了绷带之上，哪里还有杀人鬼的气势？夏夏双手叉腰，你给我记住了，从今天开始你就得更加努力，而努力的目标就是为了最后能够结婚生宝宝，生宝宝。夜色里猛然间传来了开水壶尖叫式的声响。次日太阳出来的那一刻，穿着学生制服的中年男人出现在了学生宿舍的大厅。意识到自己活下来的那一刻，他跪在地上喜极而泣。其他逃生者赶紧凑过来打探情况，怎么样？你们昨天晚上遇到的屠夫是哪个？是腐烂女、连体婴还是老园丁？只有你一个活下来了吗？中年男人缓了很久说道，我们遇到的屠夫是杀人鬼。所有人愣了一会儿，如果你们遇到的屠夫是杀人鬼，你怎么活下来了？中年男人当然不能说自己把人推出去吸引了屠夫的注意力，他从地上站起来，眼泪一擦，摆出了高深莫测的模样。那当然是因为我厉害，就算是杀人鬼又怎么样，还不是被我溜得像狗一样。这时大家发现大厅里又出现了一个人，他们齐刷刷的看过去，不由得小声议论，是新人吗？长得还挺漂亮。夏夏走过来，一脚踹在了中年男人的裤裆，中年男人捂着裤裆倒在地上，这一脚是还你之前把我推出去的谢礼。夏夏完事后转过身上了楼，他的口袋里多了一把有着门牌号的钥匙，是404，他猜自己的宿舍应该就在4楼。其他人看着地上的男人，有着藏不住的讥讽和嘲笑，什么把杀人鬼当成狗一样溜？我看他是被屠夫追得像狗一样，只能找替死鬼逃命吧，还杀人鬼呢？谁不知道杀人鬼是不会放过任何逃生者的？既然他们能够从昨天晚上幸存，可见他在撒谎。昨天的屠夫根本不是杀人鬼。另一边屠夫宿舍大楼，戴着草帽的老园丁拿着园艺剪刀修饰着外面的花花草草。果然那个女人说什么对我有好感的话，就是骗我的吧？不远处传来了愤怒的声音，老园丁抬起头看了过去，绷带少年毫无形象地蹲在水边，死鱼眼里溢满愤怒，嘴里还在骂骂咧咧，他肯定想用那什么什么计。旁边的皮肤干枯没有任何毛发的连体人形怪物说道，美人计。绷带少年文化水平不高，被提醒后恍然大悟，那个女人居然想到了这么恶毒的计策来迷惑我的心神，简直是比我们还要阴险狡
狡诈。可恶，我一定要杀了他，剪掉他那黑乎乎的像是绸缎一样的头发，捅瞎他那双仿佛是黑宝石一样的眼睛，撕烂他那张比玫瑰花还要红艳的嘴，再把他比雪花还要白的皮肤都给剥了。我看他以后还怎么去骗人。连体婴的哥哥和弟弟互相看了眼对方，觉得同事们背后叫绷带少年是笨蛋并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少年站起来在原地转圈圈，死白的眼里透露出睿智的光芒。还好我聪明，没有被他骗过去。大怪物说，没有被他骗过去的话，那你晚上怎么没把他杀了？少年那双眼睛瞪过来，我这是将计就计，让他以为我中计了。实际上我并没有中计。等到他放松的那一刹那，我再用刀子割破他的喉咙。连体婴长长的哦了一声。少年越想越觉得自己应该将计就计，于是他兴奋起来，拿着刀，脚步迅速的往远处跑了。至于白天里屠夫与逃生者不能有往来的规则，在他这里被选择性遗忘了。连体婴兄弟一起开口，他是笨蛋吗？夏夏没有料到这儿的角色扮演完的真实感那么强。白天的时间还得按着课表坐在教室里上课，那个中年男人还和他同班，他也才知道这个中年男人叫林高山。吃午饭的点，一群人往食堂的方向跑，夏夏随波逐流跟着他们跑。出了教学楼，忽然觉得不对，低头一看，脚下的水沟盖板里冒出了一双死鱼眼，阴暗的人藏在潮湿的角落里，直勾勾地盯着他。慢慢的，绷带男的眼眸变得狭长而危险。我已经看穿你了，你想欺骗我。他话没说完，女人的尖叫声打断了他的话。你偷窥我！夏夏捂住自己的裙摆，刷刷刷的往后退了几步。绷带男有点呆，不是，我没有偷窥的爱好。情绪激动的他却完全不听他的解释。我第一次喜欢的人居然是变态，我不想和你交往了。他转身逃跑，还带着那一颗破碎了的少女心。藏身在阴暗里的少年一脸茫然，好奇怪，我这是失恋了吗？等等，是不是有哪里不对劲？那个女人之前说要和我交往，还要和我结婚生宝宝，可是今天她就说决定不和我交往，她凭什么就这么决定不和我交往了？你们说她是不是有什么毛病？绷带少年站在水边骂骂咧咧，差点激动的要在原地跳起来，他嘴里念叨个不停，死鱼眼里的怒气和怨气深重，看起来恨不得再去找几个倒霉蛋开膛破肚。连体婴面面相觑了一会儿，随后异口同声，所以你是因为他说不再喜欢你了而感到生气吗？怎么可能？绷带少年像是炸了毛的猫，谁稀罕他的喜欢了？他梗着脖子干巴巴的说道，我只是觉得他现在肯定对我有戒备心了，我不能在他最放松的那一刻取了他的性命，享受不到最美味的食物，有点可惜而已。连体婴的哥哥说，既然这么可惜，那就把他哄开心了就好了。连体婴弟弟说，对啊，哄开心就好了。绷带少年眼睛一亮，哄开心怎么哄？要讨女孩子高兴的话，那有一种方法是很管用的吧？老园丁不知何时走了过来凑热闹，他摘下了一朵红色玫瑰花，笑呵呵地说，送女孩子花，如果是独一无二的花，那她很容易就会感到高兴吧。少年恍然大悟，眼睛里亮起了睿智的光芒。在注意到同事们一言难尽的目光，他又哼了一声，我才不稀罕哄她高兴，让她继续喜欢我呢，我只是为了美味的食物而已。话落之后，他两手插兜仰着头，慢悠悠走了，拽得很。等他的背影不见了，连体婴弟弟说，我们这样是不是有点缺德？连体婴哥哥说，有什么关系吗？反正又不可能真有人类喜欢怪物，笨蛋这么努力的去哄别人，结果到头来发现自己真心错付了。他一定会。连体婴弟弟说，会躲起来哭脸吧？连体婴兄弟发出了结的恶劣笑声，完全是看热闹不嫌事大。老园丁又捡下来了一朵花，同样是好心情的说，有好戏看了。夜幕降临的那一刻，又有人被拉进了恐怖的屠杀场。每天晚上被拉进屠杀场的人是随机的，据说只有成功的在5场游戏里活下去的人，才能有机会离开红月校园，从可怕的角色扮演里逃出去。今天被迫参加游戏的人不断在心里祈祷屠夫千万不要遇见杀人鬼。好消息是今天的屠夫是腐烂女，但坏消息是有逃生的人说好像看到了杀人鬼的身影。一场游戏里怎么可能有2个屠夫？不是，我真的看到了杀人鬼的身影。几个逃生者躲在树后悄悄地共享着信息，你一定是被吓得眼睛出问题了。一场游戏里以前从没有出现过2个屠夫，如果真的是有2个屠夫的话，那我们还有活路吗？难道我真的是看错了？逃生者也不由得有了自我怀疑。仔细想想，他当时只是在逃跑的时候匆匆一瞥，好像就见到了杀人鬼，而当时裂口男的手里好似还捧着一束白色的花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一定是他看错了。喂，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女人无声无息里，一道人影蓦然间出现在了躲藏起来的人堆里？